此时的叶晨心里不由自主地又想起自己那个并不认识的三舅妈，而叶晨的脑海中也不禁靠着段丽叶提供的线索以及自己的想象力，勾勒出了那个女人悲惨的一生。在她的少年以及青年时期，很可能一直在为了改变全家人的命运而刻苦读书。她的父亲可能经历过死世的悲惨，所以一定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向她灌输了努力读书以拯救全家人的信念，而她肯定也是不负所望的，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顶尖的大学。这个时候，因为她的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外在条件也非常优秀，于是破青会给了她一个艰巨且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准备接近自己的小舅安兆南。李亚林曾经告诉过叶晨小舅妈与小舅结识的过程。当年小舅在哈佛大学读硕士2年级，而小舅妈刚考入哈佛读硕士，两人因一次英雄救美的老套剧情相识，而小舅则通过与她的接触，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迎合了自己对异性的所有要求。安家人和李亚林也因为猜测小舅妈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敌人处心积虑安插在小舅身边的暗线，但按照李亚林的说法，小舅妈死后这件事只是一个无从印证的推测。不过现在自己倒是可以确定他们的推测100%准确。虽说小舅妈认识小舅的时候是22、23岁，但很可能她从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努力成为小舅会喜欢甚至痴迷其中的那种女人。经过多年的准备，她才在哈佛大学与小舅上演了一出一见钟情。天真的小舅以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真命天女，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不过就是围绕着他而精心准备的一场大戏。他与这个女人厮守将近20年，这个女人给他生下了2个女儿，一家4口看似感情深厚，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与他相伴20年的女人，从见到自己的那一天起，嘴里就始终有一颗灌满了剧毒物质的假牙。相守20年的丈夫，2个亲生女儿，都没能阻挡小舅妈为破青会卖命的脚步。在顾秋怡纽约演唱会的那天，这女人充当内应，配合破青会的死士，要将整个安家灭门。只是叶晨不知道，这个小舅妈和她的2个女儿当初是否在破青会的杀戮名单上。如果也在，那不知道这个小舅妈自己心里清不清楚。不过从最后一刻她毅然决然咬碎毒牙，选择自杀来看，她的内心至死也没有逃脱破青会的掌控。而她的自杀很可能是为了保护她那些还被破青会控制的家人。这也是叶晨觉得破青会最强大的地方。就在叶晨心中感慨不已的时候，有人敲了敲门，在门外恭敬说道：“特使大人，再过半小时，我们的船就要靠岸了。”叶晨感知到此人并非武道高手，于是便用极低的声音对段丽叶说道：“把他打发走。”段丽叶点点头，开口道：“我知道了，你去忙吧。”遵命。对方应了一声，转身离开了这一层。叶晨便问段丽叶：“船上这些人都是你的人吗？”“不是。”段丽叶摇头道：“这艘船上的保镖都是土耳其的骁骑卫，至于这些船员，他们都是一些外围成员，只负责开船，具体情况他们一概不知。”叶晨指了指门内走廊上站着一动不动的男子，问他是什么人。段丽叶道：“他是我的副手。”叶晨皱眉问道：“你的副手平时还得满足你那方面的需求吗？”段丽叶回答道：“他想加入虎贲营，但加入虎贲营需要一位曾经在虎贲营接受过训练的人举荐，所以我才以这个为条件，要求他满足我的。”叶晨伸出一只手来打断他：“行了，你不用说了。”段丽叶立刻闭上了嘴。叶晨这时又问：“一会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跟你一起混进铜矿？”段丽叶不假思索地说道：“这个简单，你只需要跟我一起裹上黑袍即可。”黑袍？对。段丽叶站起身，
从门后的衣架取下2件黑色长袍，对叶晨说道：“因为我是特使，所以我的真面目只有我的上级和我的副手能见到。在组织其他人面前，我都是裹着长袍，不让人看出任何特征。”叶晨点了点头，又问：“塞浦路斯铜矿的负责人见过你的真面目吗？”“没有。”段立业摇了摇头，说道：“您若是想进去，稍后您只需跟我一样裹着黑袍下船即可。下船之后，铜矿的骁骑卫会接我们过去。”叶晨又问：“那你们什么时候返程？”“明日。”段立业道。船靠岸之后，这艘船上的骁骑卫会将所有船员集中到轮机室，不允许他们看到外界的情况。随后铜矿的骁骑卫会开始卸货，将所有物资卸下之后，还要开始装铜矿石。明早装满之后，我们就启程回去了。叶晨问他：“那你呢？”段立业解释道：“我今晚会留在铜矿，监督骁骑卫服药，再监督死士服药，确定所有人都正常服药之后，差不多也要到天亮了。”“好。”叶晨点头说道：“那我就跟你一起进去。”说罢，叶晨又问：“你带来的解药呢？”段立业指了指房间角落的衣柜，道：“解药在柜子里。”叶晨点了点头，道：“你把解药拿出来。”“好。”段立业立刻走到衣柜前，从里面拎出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将背包放在了叶晨面前。叶晨打开背包，发现里面都是如粉笔盒一般四四方方的包装，足有30多盒。他从其中取出一盒，发现盒子的上盖处以火漆印了一个圆形徽章，徽章图案十分繁琐，依稀能看得出图腾整体呈现的是一个破字。叶晨直接将盒子打开，发现里面便是粗细长短都如食指一般，用牛皮纸卷出来的圆筒，而圆筒的上下2个封口也都各有一个火漆印章。叶晨将牛皮纸撕开，便看到其中包裹着的10颗小药丸。他将药丸放在鼻子下方嗅了嗅，发现这解药与自己配制的解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己配制的解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滋补的普通药材，真正起到解毒功效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这款解药也是一样，大部分药材的功效是强身健体，而真正起效的那部分则是一种经过特殊方法炼制的成分。叶晨一下子便认出这种成分内含有极其少量的灵气，虽然只是微乎其微，但叶晨依旧能清晰地感知到灵气的存在，这使得叶晨表情一凛，看来炼制这种解药的人和自己一样能掌握灵气。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